大家好，我是乔乔妈。这期视频我们来做红葡萄酒，我会分享一种葡萄汁变葡萄酒的简化做法，不需要用新鲜的葡萄，一年四季都能做。提醒一下，不到法定饮酒年龄的观众，请不要饮酒。准备一瓶常温储存的葡萄汁，要选100%的葡萄汁，不含稳定剂的。成分表里如果有亚硫酸、山梨酸或者苯甲酸这一类的稳定剂，那么这种葡萄汁就不适合做酒，因为稳定剂会抑制酵母的发酵。我会用这根比重计来说明酿酒的原理，大家跟做的时候不需要用比重计，比重计可以测量液体的密度，葡萄汁中的含糖量越高，比重读数就越大。做葡萄酒的原理就是酵母把葡萄汁里的糖代谢为酒精，同时产生二氧化碳和许多芳香物质，形成葡萄酒独特的风味。随着糖类发酵转化成酒精，比重会降低，最终降低到一定范围，通常是 1.000 之后就完成发酵了。我们把比重计放在20摄氏度的水中，比重是 1.000。我们往水里加一些白糖，搅拌溶解，再来测糖水的比重。果然读数升高了。接下来我们会做4瓶酒的对比实验，2种酵母和2种糖度。先看酵母，第一种就是我们平时用来发面的酵母，第二种是葡萄酒专用酿酒酵母。最后我们来对比一下效果。做酒的一个关键在于消毒，因为常温葡萄汁都是杀菌的，所以我们可以直接用这种葡萄汁来做酒，省去了消毒的步骤。其他接触葡萄汁的工具都必须是消毒的。我们先来测一下葡萄汁的初始比重。加白糖，加糖量的范围在每升20克到150克之间都是可以的。我加了103克糖，用力摇匀，让糖完全溶解。糖加的越多，酒精度就越高，但不是无限高，还要考虑酵母的承受力。加发面用的干酵母3克，先把瓶子拧紧，再稍微松一松瓶盖，挤一挤瓶子，放到耳朵边，刚刚能听到挤出空气的嘶嘶声就可以了，这样可以排出发酵产生的二氧化碳。第二瓶加了同样量的白糖，用葡萄酒专用酵母2克。第3瓶和第4瓶我们不加糖，第3瓶只加发面用的干酵母3克，第4瓶只加酒酵母2克。所有酵母都是撒到葡萄汁表面就可以了，不用摇晃，也不用搅拌。如果你买来的葡萄汁装的比较满的话，最好先倒出来一些，因为发酵的时候会产生一些气泡，太满的话发酵的时候就容易溢出来。放到温度波动不大的位置避光发酵，比如带门的橱柜里。适合的发酵温度在20到30摄氏度，温度越高发酵的就越快。我橱柜里的温度是20度，给大家做个参考。第2天之后发酵就开始了，我们会看到从瓶底升起来的小气泡。第3天的时候，发酵产生的气泡就更明显了。第4天的时候，气泡达到了一个鼎盛的状态，之后逐渐变少减弱。当瓶子中不再产生气泡的时候，我们的红酒就做好了。颜色也从最初的紫黑色变成了红色。现在是第7天，瓶子里不再产生气泡的时候，我们用比重计来测一测。和我们预想的一样，4瓶的数值都回归到了红酒的比重范围，现在它们已经是红葡萄酒了。把酒转移到一个干净的容器里，尽量轻拿轻放，因为瓶底会有一些沉淀，其实就是酒糟，它们是完成了任务的酵母和一些蛋白质等等。酒糟剩下不要，找个带盖的干净瓶子，用它来装酒。你看这个瓶子是没有肩膀的，如果有条件，最好找一个这种带肩膀的酒瓶子，这个肩膀可以在倒酒的时候兜住一部分沉淀物。我们在家做简单的葡萄酒，没有比重计也完全可以做，但是不用比重计的话，我们不能判断葡萄汁中的糖分是否完全代谢了，剩余的糖分可能在装瓶后再次发酵，这种情况下最坏的结果就是可能爆瓶。所以要把做好的酒瓶放到冷藏室里保存，
因为低温会抑制酵母再次发酵。如果担心还有气体产生，打开瓶盖放一下气就好了。我们自己做的酒并没有经过过滤，所以让酒在酒瓶里进一步冷藏沉淀，能很明显的改善口感。这种自酿的简易葡萄酒不用陈年，直接喝。通过盲品，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：一、加糖的第一瓶和第二瓶明显比不加糖的3和4好喝，加糖的做法实际上提高了葡萄酒的酒精度数。2、发面酵母和专业酒酵母有差异，专业酒酵母做出来的口味更好一些，但是这种差异并不像加糖和不加糖的差异那么明显，所以大家手里只有发面酵母的话，也可以试试看。3、沉淀酒糟能很明显的改善口感，推荐大家先沉淀再品尝。我个人最喜欢的是第2瓶，其次是第1瓶。谢谢收看，其他的疑问欢迎留言讨论，下回见。